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哈沟中文频道的 Home 和丁中，我是 Sam 群胜。这是一个专门为中文学习者打造的节目，我们会带您聊聊最近在网络上爆红的话题，顺便让你学一些实用又有意思的中文词汇。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四更新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你最近出门还会带钱包吗？我想不论是买杯咖啡、坐 Grab 出租车，还是去超市结账，很多时候其实只要有一只手机就够了。我觉得现在越南真的非常方便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变化超级大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吃路边摊的时候，那因为我钞票的面额太大了，员工没有办法找钱给我，他就跟我说，还是你要直接转账。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哇，现在连路边摊都可以转账了。不得不说，越南的行动支付真的发展得非常快。根据统计，越南已经是东南亚行动支付增長最快的国家之一。常见的电子钱包像是 Momo、Raropay、VNPay、Shopee Pay、Viettel Money 这些，你们都有吗？可以检查一下。那各种平台百花齐放，几乎每一家店铺都可以看到转账的告示哦。那甚至会直接给你二维码，让你直接去扫描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在生活中用到二维码的场景有多少个呢？像是坐摩托车，你只要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一键付款。那甚至有一些司机会直接把二维码当成是手机桌布，你只要扫一下就可以了。还有吃饭点餐的时候，只要扫描一下桌上的 QR code，超市付款、缴水电费、停车费等等。那其实我要跟你们说，我已经好久了，大概是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去 ATM 领钱了。那这种数位化的改变，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，不用找零，不怕带现金被偷，那所有的消费记录都清清楚楚。这也可以帮我们做好金钱的预算管理。但是这些便利真的没有代价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付钱的速度太快了，以至于根本不觉得钱离开了我们的口袋。你只要动一下手指，按个确认，几万、几十万的越南盾就这样飞走了。你会记得你今天花了多少钱吗？而且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少去讨论的问题，就是隐私与数据安全。我们每一次的扫码，每一笔交易，我们的购物习惯、消费时间、位置资讯，都被某些系统默默的记录下来了。你真的知道这些资料会被拿去做什么吗？除了我们自己容易花钱无感以外，最近越南政府也开始加强对平台转账的监管哦。从2025年7月开始，像 Shopee、TikTok Shop、像 Momo 这些平台，只要你是卖家有收款，平台就会自动帮你扣税并上缴政府。不只是大企业哦，连微商、个体户、路边摊，只要你的营业额达到标准，就要开发票、报税、配合审查。那就有老板觉得说，以前收现金不怕查，但现在有了二维码，政府一查就全都知道了。这样子的监管，有些人支持，当然也有些人反对。支持的人认为说，可以增加税收，打击逃漏税。那也有很多人担心说，可能小生意撑不下去，压力太大等等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你每一天都在使用的二维码，不只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，也让
谁在赚钱，怎么花钱变得更一清二楚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科技让我们变得更自由了，但其实我们的习惯早就被科技训练了。你想想，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到了一家店，发现不能扫描付款，就不买了呢？我想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哦，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，然后我身上又没有带现金，所以我就放弃购买，我就回家了。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早就被养成了依赖手机的样子哦，所以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说，科技只是一个工具，它不是生活的主人。那方便是一种选择，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。钱的价值观，我认为还是需要被摸得到、被感觉到，才能留下来。所以我现在都会逼自己，一个星期至少要去 ATM 领一次钱，不然我每次都用转账就会太依赖它。扫码真的这么方便吗？还是说我们只是习惯了不麻烦这件事呢？有的时候你在扫码的过程中，你的消费习惯、收入，甚至是税金，都会被记录着。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们，在做这件事的同时，你们一定要想清楚，想得仔细一点，会不会留下什么样子的后果呢？你喜欢今天的主题吗？欢迎你到留言区分享你的支付习惯和看法，我们一起聊聊在这个数位时代要怎么保留对钱的感觉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这边是 Home 和丁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